又超过了美国。中国公布可携带4枚鱼雷的大型无人潜艇，内藏更大惊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美海军主战舰艇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军把弥补军舰数量不足的希望寄托于无人作战舰艇和无人潜航器，而发展大型无人潜艇被认为是改变未来战场游戏规则的关键之一。就在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研发出先进的军用无人潜航器，以保持水下战场优势时，中国的军工企业在中东的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上给了美国人重重的一击。据海军新闻报道，中国推出的超大型武装无人潜艇能以隐身的方式攻击敌方军舰。这种无人潜航器的个头超大，而且配备了鱼雷，再结合中国军工企业的创新和大规模开发计划，意味着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西方。公开的画面显示，中国这款无人潜航器有4个鱼雷发射管和侧向声纳阵列，可以配备鱼雷、潜射巡航导弹、潜射无人机等等。我们都知道，无人潜航器的尺寸越大，其作用范围就越大。中国的这款潜航器不仅可以用于侦察、运输、布雷，还能对付敌方的水面舰艇或潜艇。这意味着它可以成为有人潜艇前出探测、态势感知和武力打击的先锋，有利于掩护有人潜艇的行动，并保护其安全，从而创造出更有利的战场态势。要注意的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大型潜航器、法国设计的水下无人演示器，以及韩国的2个大型无人水下航行器概念，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其声纳的布置与中国的方案相似，但它们均没有武器。而中国参展的这款无人潜航器是目前公开的全球第1种可以携带武器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此前，中国在2019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展示过专门用于水下情报收集和战场监视的无人潜航器。2022年9月，又有卫星图像披露，在海南岛的某海军基地内发现了2艘大型无人潜航器。这次在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上展示的武装型无人潜艇，与它们可能都不一样。中国公司表示，该项目主要用于出口，但是外国媒体认为，解放军很可能也是它的最终客户。中国当前面临的美军潜艇威胁，甚至要远远大于水面舰艇。如何夺取水下战场的优势，通过无人潜航器进行弯道超车，就显得非常关键。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莱尔·格德斯坦指出，这类装备可以将解放军的情报能力扩展到第1岛链，甚至扩展到第2岛链。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在台海冲突中，中国将动用其庞大的导弹储备来阻止美国水面舰艇的进入，而水下潜航器很可能会用于对付美军执行干涉任务的核潜艇。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发展能够携带武器的无人潜艇到底有多大的战略意义？首先，我国研制成功的无人潜航器型号很多，说明我们正在打造水下无人作战体系。从已经公开的无人潜航器的类型看，有负责侦察监视的，也有察打一体的。这种水下作战体系的建设与现代战争中无人机的使用非常类似。中美以后比的不只是谁的无人潜航器的技术更先进，还要看谁的种类多、数量大。中国拥有更为强大的造船工业，这也意味着我国在无人潜航器的发展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其次，中国发展可携带武器的无人潜艇，证明我们已经解决了水下通讯等难题。解放军的潜艇联网作战能力的实现，意味着美军核潜艇的优势被严重削弱，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保证周边稳定可是个大喜讯。中国当然不会让携带武器的无人潜航器自主攻击目标，更大的可能性是用有人潜艇对其实施指挥，这个能力可就太厉害了。此前，潜艇在水下作战，甚至都很难玩狼群战术，因为相互之间的通信非常困难。
由此推测，中国在水声通讯领域，或者是在水下建立通信网络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毫无疑问，在发现及摧毁的水下战场，携带着武器的无人潜艇将具有非对称优势。这与塔塔一体无人机在现代战场上的优势相类似，但无人潜航器的水下生存能力则要远高于无人机。显然，在利用无人装备改变水下战场态势方面，中国又领先了。总体而言，美国想要发展的，我们都可以率先实现。国产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出现，值得国人为之自豪。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